消防队员迅速组织打捞工作，两具尸体很快已经被打捞上来。经过辨认，确认刘杰夫妻俩。经法医鉴定刘杰夫妻是被人用钝器击打要害所导致死亡的，到最后呢，又被抛尸到这机井当中了。两个人在冰冷的井底下整整泡了有7天。如果说不是孩子小星来井边找爸爸妈妈的话，两个人可能会永永远远都沉尸在这井底下了。妈妈在哪儿啊？这件事情发生在安徽省黄山市黎阳镇三门城村。刘杰一家4口，家里有这么一老母亲，还有一4岁的弟弟，一家人算是其乐融融，日子过得呢也算是比较富足。小星，你听妈妈说啊，你今天一定要乖，还要听奶奶的话，妈妈回来给你买好吃的，知道吗？这刘杰两口子是做什么呀？羊毛生意的，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呢，都要出去干嘛呀？收账。这天一大早，这两口子收拾好了东西之后，和母亲儿子打了声招呼，这就出门去了。爸爸妈妈，你们早点回来。现在做生意相当不容易，操心上火，每一年都是这样的。刘杰当时他娘抱着孙子，一直目送着两口子离开之后，叮嘱他们一定要早点回来啊。可是这一天一直到晚上大概得有8点多了，这刘杰两口子还是没回来，这天儿可就黑透了。按照以往，刘杰两口子早就该回来了，可今儿也不知怎么了，一直到现在可没回来。刘杰他娘就有些担心，一遍遍的到门口就这么张望着，可是看一回没回来，这又一看一回还是没回来。哎呀，这个老太太心里开始犯嘀咕了。这经常性的不管就往常不管要不要到家里，这家里有没有那个老人有孩子呢，账要不要的回来，他们都会早早回来，因为不放心啊。这时这老太太不禁可就把这心提起来了，不会是他们出什么事儿了吧？这个这往日里就算是再忙，这回来的再晚，也会提前和家里说一声的，免得老娘在家里担心他们呀。而这一天，从晚上6点开始，这刘杰两口子的电话一直开始打不通了。这老太太心里担心不停的给他们一遍一遍一遍的就打着电话不可能。说来也怪了这两个人电话是谁也打不通了，都关机了。你要说一个人的手机没电了，好说是吧？可是总不能两个人手机都没电吧？这可把老太太给急坏了。这期间呢，老太太把她能联系上刘杰的亲戚朋友挨个问了一遍，可谁都说没有见过他们两口子。一直大概是到晚上得有个11点这两口子还没回家呢，实在太晚了。老太太把小孙子给哄睡着之后呢，可是心里还是七上八下呀，总是担心这刘杰两口子别再出了什么事情了。这一晚，这老太太是辗转反侧，一夜没睡不停的祈祷，可千千万万甭出什么事儿但是整整守了一晚上，没有听到院门有任何一点的声响。到了第二天一大早，这老太太早早可就起来了她想过去那个刘杰两口子的房间，咱看看是不是昨天晚上自己没有听到声音，他们回来之后自己没有注意呢。可是打开房间门之后，这房间里是空空荡荡的。老太太当时更加担心了，担心刘杰夫妻俩一夜未归而刘杰那是一孝顺的孩子别说整晚不归了，就是出去和别人吃个饭喝个酒的，也会和家里说上一声，也从来没有这么不声不响的。当时刘杰娘思前想后，怎么都觉得这事儿不对劲。于是呢，他带着小孙子就来到了乡镇派出所里，干脆我报警了。警察同志我儿子和儿媳妇儿这都联系不上了。民警当时听老太太把这事情经过讲述了一遍之后详详细细的就给做了一笔录了。但是呢，刘杰两口子失踪不到24个小时，所以说还不能立案呢。民警当时轻声安慰了老太太几句话之后，然后就把她送出门去了，让她回家也安心的等待消息。如果说这刘杰夫妻两个人24个小时还不见人的话，他们就着手安排人调查以及进行寻找了。这回去等待消息的时间里
这刘杰娘那也不能闲着呀，又把能找的地界全部挨个找了一遍之后，也发动亲戚朋友帮着一起找，可是一丁点儿消息这都没有啊。老太太担心儿子，小孙子呢也想爸爸妈妈了，一老一少的，整天是以泪洗面的呀。就这样，7天时间过去之后呢，刘杰夫妻俩还是没有一丁点儿的消息，而警方那边也在全力的寻找。刘杰当天要账的客户却证实刘杰夫妻俩收完账之后，这就离开了。这天傍晚，这老太太在厨房里做饭呢，小孙子呢在一旁跟那玩儿。这几天，刘杰夫妻俩可不在家，这小孙子呢好像是没有安全感了，所以说比以往的时候特别缠着这老太太，一步他也不想离开了。可是没一会儿，刘杰娘回过头来这么一看，就发现这小孙子不见了。小心啊，小心啊！这可把老太太吓坏了，赶紧跑到院子里去找去了。可是院子里压根儿没有啊！这急得老太太大声的可就这么喊着了，这可把这老太太吓坏了，赶紧的跑到院子里去找去了。可是院子里根本就没有啊！这急得老太太大声的就这么喊着小心啊，小心！你在哪儿呢？”老太太一路寻过来之后，在村子里一边喊一边找，急得她都快要哭了。这儿子儿媳妇儿这还没找到呢，再把小孙子给弄丢了，那他真的都不用活了。那个，你看见我孙子了吗？你看见我孙子了吗？老太那时都魔怔了，见人就问，见孩子就看呢。刚才看见他往村外面走了。什么？村外啊？后来村里一小青年就看到孩子往村外就走过去了，这可把刘杰娘吓坏了。你想从零开始，这一个小孩子怎么会自己往村外走呢？而且这段时间小孙子有多腻着自己，他心里明白。难道说这是有人贩子了吗？小心啊，小心！刘杰娘当时跟发了疯一样，拼了命的往村外面这就跑过去了。可是刚出了村子都没多久，他就看见那小孙子正走在前面，他在后面是放声大喊。可是小孙子呢，就像是没有听到一样，继续的就往前走着。小心啊！为什么自己跑出来？快把奶奶给吓死了！后来，这刘杰娘快跑了几步之后呢，一把把小孙子揽在怀里。这老太太哭着就质问那小孙子：“为什么一个人你跑出来呀？”“哦，爸爸妈妈在那边叫我。”可是小孙子呢，指着不远处那荒坟就说了，他的爸爸妈妈叫他过来的。这老母亲听了小孙子这番话之后，心里咯噔一下呀，因为呢，小孙子的手指的方向正是村里废弃的这一口机井的。老太太忙着把小孙子往那口废弃的机井这可就走过去了。但此时，她心里已经升起了一种极其不好的预感呢。老太太当时迟疑了一下，她怕到看到什么不好的结果。可是呢，想了想失踪好几天的儿子和儿媳妇儿，老太太当时实在是没办法了，慢吞吞的往那井底下这个就看过去了。就见光线昏暗的机井当中有一只手露在了水上面，那是一只死人的手老太太看到这儿，眼泪顿时可就流下来了，那心呢像刀绞似的。她知道这一定是自己儿子了，忙着捂上了小孙子的眼睛，不让他看到如此惨烈的这一幕虽然说他心里已经想过很多次了，也许呢自己的儿子和儿媳妇儿都已经遇害了，可是他不是真的能看到。他一直奢望着什么呀？也许儿子他们只是有事被拖住了呢。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儿子和儿媳妇儿会沉冤在这个废弃的机井里。可是，在哭过一阵之后，老太太打电话报警了。警察很快就赶到了，马上封锁了现场，同时叫来了消防队员帮忙下井，跟着打捞尸体很快，下井的消防队员在井下面
发现两具尸体，并且马上通知了警上的列队员了。消防队员迅速组织打捞工作，两具尸体很快已经被打捞上来。经过辨认，确认刘杰夫妻俩。经法医鉴定刘杰夫妻是被人用钝器击打要害所导致死亡的，到最后呢，又被抛尸到这机井当中了。两个人在冰冷的井底下整整泡了有7天。如果说不是孩子小星来井边找爸爸妈妈的话，两个人可能会永永远远都沉尸在这井底下了。经过仔仔细细的打捞，在井底发现了作案工具了。在井底发现了作案工具，警方以此为线索，很快破案了。原来呢，刘杰夫妻当天收账回家，走到村外的时候被同村的牛旺财劫杀人之后，然后就抛尸井底了。牛旺也因为蓄意杀人被判了死刑。村里人呢都说是刘杰夫妻俩放心不下孩子，在死后的第7天，也就是没顾上回来看孩子来了，引着孩子就找到他们的尸体了。